这段视频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高超音速武器 AGM-183A 由 B-52轰炸机携带进行试射的画面。不过不幸的是，这将成为这款洛马全力打造的高超音速武器的绝唱。就在近日，美国媒体证实，经过多年反复试射失败，美国最终放弃了洛马的 ARRW 项目，也就是 AGM-183A 高超音速武器。整个项目将全部转入技术储备。项目下把转入技术储备，这怎么听怎么像是中国80年代研发军事装备时经常听到的话语。不过风水轮流转，现在轮到美国了。而更令人讽刺的是，高超音速武器这个全新概念却是由美国最先提出，并在全球首次完成试射的。早在2010年，美国就一口气端出了2款高超音速武器，并开启了试射，这就是 HTV-2 和 X-51A， 当时无不令他国羡慕。不过虽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后来证明美国这头白头鸟却反复在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制上折戟。HTV-2 也就是猎鹰2，来自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早在2003年就开始研发。猎鹰2的设计指标非常吓人，目标是以 17.53 马赫的速度在1小时内命中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目标。不过猎鹰2自2010年进行试射开始，它的经历可以用神奇来形容，因为它真正做到了什么叫做来无影去无踪。美国前后一共就组装了2架 HTV-2 原型机，第一架2010年在太平洋上试射时，升空9分钟后就神秘消失了，速度倒是挺快。而隔年第2架原型机再次试射，这次坚持的时间长了点，不过在飞入太空后准备重入大气层之际，再次上演了一次神秘消失，又找不到了。虽然说高超音速武器的特性就是变幻莫测的弹道轨迹，但连发射者自己都找不到飞去了哪里，这设计的确实有点超前。所以经此2役，美国国防部果断放弃，终止了打造第3架猎鹰的计划。而另一款高超 X-51A 则是由波音公司打造，并采用全新的超人冲压技术。X-51A 可以说是采用超人冲压发动机高超的鼻祖了。2010年刚出来的时候，确实让各国为之惊叹。不过它的命运却没有比猎鹰2好多少。X-51A 一共进行了4次试射，不过这4次都不是进行对指定目标的打击测试，而是验证这款武器是否能完成持续300秒超过6马赫的飞行速度测试。不过遗憾的是，这4次没有一次达成这个目标，速度不达标，命中精度的测试也就更加无从谈起了。因此波音的这个项目也是在一次次的失败中销声匿迹了。波音不行，接下来美国军方就将目光转向了洛马，这就是本期视频一开始提到的这个 AGM-183 空射快速反应武器了。美国空军给洛克希德马丁 4.8 亿美元的高额研发经费，从2018年开始研发，到目前为止一共进行了5次试射，其中4次失败，只有1次勉强达到了5倍音速的飞行速度，但这与其设计时速20马赫还相距甚远，而且这仍然只是速度测试，命中精度测试都还没有开展。因此在今年3月24日第5次试射再次以失败告终后，美国军方终于难掩心中的失望，终止了洛马的 ARRW 项目。AGM-183A 的弹头实际上是采用了一款无动力的乘波体飞行器，这与我国东风17上的514有些类似。不过洛马最终落马，也就标志着美国对于乘波体弹头这种助推滑行弹道的尝试最终失败。于是美国人只能把对于高超音速武器的追求放在最后的 HACM 项目上了。HACM 是由雷神和诺格联合研制的一款采用超人冲压发动机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与此前失败的 X-51A 类似。这款武器分别在2021年和2022年进行了2次试射，速度虽然都达到了高超音速武器最低门槛的5马赫，但这款武器是个纯动能武器，也就是没有爆炸弹头，简单来说就是用速度硬撞，而且其飞行器构型是不是乘波体设计也还没有披露，所以弹道轨迹也难以估计。目前的进展是仍然在进行速度测试，对命中精度的试射还没有开始，因此距离其真正武器化并另装部队恐怕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看到这里，也许很多人就会问了，一款高超音速武器速度的最低门槛也就是5马赫，美国此前不是有很多导弹都能超过这个速度吗？那美国再研发一款高超音速武器怎么就这么难呢？这是一个典型的概念混淆。世界上能飙到5马赫以上的导弹比比皆是，基本上中远程洲际导弹的弹头末段载入时都可以轻松超过这个速度，比如中国的东风41、美国的明云3和俄罗斯的萨尔马特等等，弹头载入时甚至可以超过20马赫的速度。但如今各国在全力研发的高超音速武器与传统弹道导弹的最大区别是，并不是采用抛物线轨迹，而是应用特殊构型飞行器的可滑翔轨迹。如动画所示，
弹道导弹在飞出大气层后，其抛物线轨迹在中段和末段很容易被对手监测并实施拦截，而高穿速飞行器则是通过变换莫测的轨迹来躲避监测和拦截的。当前高穿速滑翔导弹的几种弹道形式，就是此前给大家提过的这幅图。最上面的是桑格尔弹道，它是通过火箭助推器将飞行器推出大气层后，再以特定的角度载入大气层，在空气升力的作用下又被弹出大气层，以这种反复弹跳的方式增大射程，最终抵达目标。这种方式有点类似于打水漂，因此采用桑格尔弹道的导弹也被称为水漂弹。中间的则是钱学森弹道，同样是通过火箭助推器将飞行器送入太空，载入时则不再弹回太空，而是在临近空间利用自身操控翼面产生的激波浮力进行滑翔，并最终命中目标。因此钱学森弹道也被称作助推滑翔弹道。这个弹道理论是由我国航天和导弹之父钱学森最先提出，因此也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最后一个就是钱学森弹道的改进版，也就是战斗部自始至终都没有飞出过大气层，而是加速至卡门线附近后即开始滑翔。这个弹道轨迹相比前者来说更加不容易被对手发现。以上是弹道，而高穿速武器所采用的弹头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双锥体弹头，它的设计相对简单，制造工时和造价也都偏低，但升阻比性能较差，一般只能用作桑格尔弹道那种水漂弹。另一种则是成波体弹头，外形呈现复杂且多曲面的设计，并利用飞行器周边的激波产生升力，升阻比性能非常的好，因此非常适合应用在钱学森弹道上。但成波体弹头的设计和工艺难度都很大，而且非常依赖可模拟临近空间的风洞来进行测试，因此并不是任何国家都有条件和能力来进行研制的。这次刚被下马的 AGM-183A 用的就是这种设计。而中国东风时期的战斗部刚好也是采用这种成波体弹头，早在2014年就被美国卫星发现，中国正在试射这种成波体飞行器，那时候还叫做54。尽管比2010年就开始试射的美国猎鹰2和 X51A 晚了几年，但一步一个脚印走得却很扎实。经过前后7次成功试射，最终在2019年正式出现在国庆大阅兵中，并宣告服役，也成为世界上首款服役的高穿速滑翔导弹。这里额外补充一下的就是，以上图中所举的例子，3种弹道轨迹的上升段都是采用陆基火箭发动机完成，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换句话说，只要高穿速飞行器后半段的飞行轨迹不同于传统弹道导弹的抛物线，通过何种助推方式将其推至5马赫以上的速度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不限于陆基发射，空基和海基也都可以。像俄罗斯服役的3款高穿速武器中，除了陆基的先锋外，还有空基的匕首和海基的锆石，其中匕首还首次使用在乌克兰战场上，成为第一款用于实战的高穿速武器。不过从其弹头外形看，很像双锥体弹头。刚才也说了，双锥体弹头的特性是在大气层边缘打水漂，而在大气层内的升阻比偏弱，只有一定程度的机动性能，不具备滑翔能力。因此如果采用的空基发射只是完成最后命中目标前的载入段，那就无法打出一个完整的水漂弹轨迹了。因此很多人也将匕首降格为空基发射的弹道导弹。而陆基先锋尽管未见真容，但弹头的外罩呈明显的扁平状特征，因此预估将采用钱学森弹道的成波体弹头。而锆石则是一款海基发射并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的高穿速巡航导弹，这个定位与美国的 HACM 类似，但弹头特征也是没有公布，宣传片用的竟然还是美国已经失败的 X51A。 接下来的美国刚才也说了，目前试射的所有高穿速飞行器都是采用空基发射，也许是因为美国在战略轰炸机方面领先全球，亦或是其陆基机动的发射能力还存在短板，但不管怎样，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款高穿速武器服役，这就给了他的另一个对手朝鲜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朝鲜目前也服役了一款高穿速武器火星8，不过这样子怎么看怎么像是东风时期的高仿品，尤其是弹尾处的4片小翼与东风时期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但人家也不就光摆摆样子，还确实进行了几次试射，尽管据韩国探测到的飞行数据显示飞行器速度只有3马赫，不过从监测到的弹道轨迹来看，还是打出了一个标准的助推滑翔弹道。因此不出意外的话，朝鲜火星8的战斗部也将采用成波体弹头，并跟东风时期一样采用钱学森弹道。以上就是各国已经服役的高穿速滑翔导弹，很明显中俄已经走到了最前端，朝鲜紧随其后，而美国还在持续摸索之中。
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